魂穿破越3万年，我命运该怎样轰烈？可否让精神皓月去照亮前世深邃的黑渊？探究诸往日的浩劫，冰与火真传失联，流离荧黄泉，那惊鸿一瞥，看风鸣九天。将图一卷，出天赋图天地，决心出遐想，领略过八方风雨，荣华宿命的无常。剑气挥诉着过往，挥洒热血的滚烫，一天开明撼动，开出暖阳。心之所舞，诸天万千，散发无尽的锋芒。又何惧遍体鳞伤，揭开迷茫的真相。岁月不知为名扬，初心坦荡，奔赴水过天长。我叫林飞，是个穿越者。来到罗浮世界这几十年，我就干过2件事：一是当年在学堂一口气背了50首唐诗，结果吓坏了路过的文剑宗掌教，哭着求我拜他为师；二是拜完师的第2天，就被发现天生经脉有缺，一辈子都别想养气有成，于是又被便宜师傅提去了藏剑阁。虽然只是个管理藏书的闲职，但这些年过得很开心。可惜这样的神仙日子回不来了，黑渊出世，天下大乱。小子，问剑宗就交给你了。安心看书，等我们回来。乖啊，等师姐下次再给你做套新袍子。回来一起吃火锅呀！围剿渊皇一役，问剑宗上下全员战死，除了我这个废人。见此遗书者，以7大秘物相赠，只求将问剑宗传承下去。天地为证，林飞绝笔，该其恕了渊皇，诸天浮屠。可笑，区凡人也想炼化本王。怎么可能？很惊讶，别忘了，这里可是黑渊战场。埋骨于此的修士都是被你所杀，借他们的怨念为心，天地为炉，以我神魂为引，就算是魔神，也给我死！林飞，你对世界的真相一无所知。是啊，我做到了。林飞，林飞，藏剑阁，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这是我写的遗书，什么情况？林飞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渊皇，就知道你输给我的斩鬼神心有不甘，
肯定会来偷看剑谱。呵呵，未经允许偷看三斩五绝，轻则面壁10年，重则逐出宗门。不可能，我亲眼看着元皇会飞烟灭的，难道他也重生了？你也配和我宋天行争风头？下辈子吧！残魂，怕了吧？是不是想求我跪下来不要举报你？告诉你，没用的。不对，我干嘛说出来？应该等你先求饶，我再高冷的拒绝你，你再抱着我的双腿痛哭流涕，发誓一定痛改前非。接着我语重心长的教育你一番，你感恩戴德的向我磕头，最后我再把你举报了，这样才对吗？这个叫宋天行的憨憨，除了脸和元皇毫无相似之处。看什么看？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！啊，真元，我终于可以修行了。你要我帮你打他？正好试试手。且慢，谁告诉你我是来偷学剑法的？你还敢狡辩？你手上明明拿着斩鬼神的剑谱。这个，路过的时候不小心碰到地上，顺手捡起来而已。难道你平时走路就没碰到过东西？狡辩！你这是狡辩！哎呀，破你斩鬼神真不用那么麻烦。啥？你说我偷看剑谱是为了破你的斩鬼神？那如果我只用养无剑就能做到，是不是可以证明我的清白了？哈哈，你耍我！用入门级的养无剑破三斩五绝之一的斩鬼神？我还觉得你耍我呢。放在以前的问剑宗，养无剑可是能用来对抗天劫的。你要不是，我可走了啊！别走，是就是，输了可别不认账。来吧。啊！剑尖朝下，是长辈指点小辈的姿态，狂妄！连养元境都不敢打我这一剑，我助气而已，今天不死也得脱层皮！这绝不是养无剑！浩气长存，36式养无剑之一。宋师兄如果没有学过，可以去翻书，不在三斩五绝之列，按理不算偷学。别！怎么可能？你当我傻？浩气长存是吧？等我找出来揭穿你这个败类的谎话！这具身体是你的？我为何会在此重生？你也叫林飞？居然是因为刻苦练功而熬夜猝死。所以我是又穿越，还是来到了数万年后的问剑宗？不对，这一切未免太巧合了。玉牌没被打开过，那本该覆灭的问剑宗，是谁传承下来的？先看看你这具身体资质如何。
你居然在筑基时学了万剑诀，坑爹呢！师傅，这个万剑诀好厉害啊！一剑生万法，剑法学得越多越厉害。你先回答一个问题：一门剑法要10年才能融会贯通，修炼10000门要多久？坑爹呢！难道又要和上一世一样，终生无法突破氧气境？啊！等等。如果那东西还在玄冰洞，就能解决万剑诀的问题了。你的身体啊，还有什么心愿吗？从原主的记忆来看，想要进玄冰洞，恐怕得吃点苦头。李师兄，你快回去吧。从原主的记忆来看，想要进玄冰洞，恐怕得吃点苦头。师兄，小师妹，快出来！师兄遇见，带你去兜风。李师兄，你喝多了。且看，哎，我还要御剑。我剑呢？酗酒扰民还乱丢垃圾，唉，这届弟子素质真差。哎，师妹，林师兄，快来帮忙！哎呀，一个酒疯子而已，轰出去就是了。哎，使不得，那可是李纯啊！嗯，怎么说？他是宗门第一铸剑师吴越师叔的亲传弟子，地位超然，咱惹不起啊！哼，刚打瞌睡就有人来送枕头啊？没什么，交给我吧。师妹别害羞啊，快开门！不用补妆的，反正一会儿。妙啊！月上谪仙转世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先天法宝，据说是他出生时怀抱的一缕月光所化，极其罕见。要是能拿来研究研究就好了。师兄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快拦住师妹啊！冷静，我来搞定。你真美，今晚不赏月了，赏人。糟了！还好没闹出人命。石头兄，李师兄，这儿是玉衡峰，不是你魔剑峰。再纠缠不休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你算哪根葱？竟敢坏我好事！滚！小子，有种今天就打死我，不然这一脚，师兄小心！我让你拿命还！还是第一次，有人求我打死他，不忍
然拒绝啊！你来真的？放心，绝对让你称心如意。哎，等！乱丢飞剑是吧？别打了，大哥，我知错了。我刚才说的都是林师真话。兄，你别打了。李师兄他已经知错了，重伤同门是要受罚的，不如就算了吧。对，林师兄，你一表人才，何必为了我这种人触犯门规，自毁前程呢？可恶！等我回去告诉师傅，一定要你不得好死。有道理啊！你给我等着！不好，他找师傅告状去了。不愧是魔剑锋首席弟子，我手都打酸了，他还那么精神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说笑？别怕啊，师傅要怪罪下来，我一力承担。哎，秋师妹，你先回屋吧，我陪师兄去见师傅。哎，师兄，他的神魂似乎有些古怪。罢了，此事与我无关。又失败了，我的宝贝灵石哦！罗神霄，徒弟行凶伤人，今天不给我个说法，就让你们玉衡峰无剑可用。啊，你哪位啊？我是魔剑锋李纯。哦，小李子，你说我哪个徒弟行凶啊？他叫。他说的是我。啊？师傅，对，就是他。林飞。哎，师傅，您先别生气，师兄是为了帮邱师妹才。嘿，好徒儿，还有零食没有啊？再借师傅几块周转，过几天就还你。啊，师傅，您上个月还有上上个月借的都还没还呢。是吗？我都忘了。罗神霄，你磨叽什么呢？赶紧办我的事儿。你干的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师傅尽管责罚。不愧是林师兄，讲义气。按照门规，重伤同门，该罚去玄冰洞苦修。啊，玄冰洞！师傅，事出有因，林师兄罪不至此啊。林飞，你竟敢得罪李纯，你可知他是宗门第一铸剑师吴越的弟子，管理各峰的剑气分配。徒儿知错，甘愿领罚。你知道个屁！还不快滚回去收拾！我把你送下山，避避风头。我靠，师傅你拿错剧本了吧？罗神霄，你这是包庇！怎么不满意啊？你师傅我没权又没势，最多就只能帮到这儿啦。不是，我是觉得呢，觉得我刚才真的很过分，再怎么样打人都是不对的嘛。良心发现啊！再说我要是跑了，李纯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啊。到时候掌教说您几句是小，可万一扣您的月供，那可不妙啊！徒儿知道您一心钻研炼气，灵石经常入不敷出，月供就是您的命根子，徒儿不想连累了你啊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师兄别怕，刚才是我不对，就按照你说的，罚我去玄冰洞苦修，你看如何？算你识相。可我听说吴越好像喜欢伐人驱手剑炉啊。
对，剑炉也不错，热死。这是徒儿最后的家当。我怕热，宁愿去玄冰洞。要不还是去玄冰洞吧。李世侄，剑炉只是酷热难耐，玄冰洞却有妖魔横行，随时可能丧命。这林飞怕不是傻的，居然一心送死。那就玄冰洞。好，我这就飞剑传书给天行风。哎，有的人呀，就喜欢自寻死路。告辞。哎，你先出去。是，师傅。你小子去玄冰洞另有所图吧？我……哎呀，滚！为师要睡觉啦。哎，师傅，听说玄冰洞很黑，可否借着灯一用？哎呀，要这破铜烂铁干嘛？拿走！谢师傅。哎呀，林飞呀，林飞，你现在肯定害怕的瑟瑟发抖吧？待会儿不管你怎么求饶，我都会冷酷的拒绝你，残忍的羞辱你。怎么来这么晚呀？来，别耽误我时间。赶紧走吧。走啊！哎呦，跟我装镇定是吧？这会儿演的再好也没用，到了玄冰洞绝对吓得腿软。嘿嘿，看你能撑多久。师傅，给你尝个新鲜玩意儿。口感香甜，不错。这叫什么呀？此乃雪糕是也。上回那什么莫吉托酒，什么时候再给为师来一点啊？只要您下山的时候，给徒儿多带几本练气的书。别说是莫吉托，威士忌都给你整上。你小子练功不行，倒腾这些玩意儿倒是无人能及。过去了这么多年，这地方还是老样子。装，继续装。待会儿别吓得尿裤子。喂，你是第一次来，你不知道这里有多恐怖。第一次也算是吧。这玄冰洞啊，常年酷寒，是因为深处有一条通往幽冥界的阴河。喂，知道吗？要不是我问剑宗坐镇于此，早就有无数妖魔鬼怪跑出来祸乱罗浮界了。换句话说，这里可是现实的妖冥地狱。没那么夸张，你要害怕，可以先回去。我才没怕！我是为了让你认清现实，玄冰洞可是罗浮界的10大禁地之一。和黑渊相比，这算是山清水秀。好你个林飞，还装上瘾了！喂，先去驻地，等天亮了再去阴河镇斩妖，每天不得少于10只，否则就等着去矿场当苦力吧。白天妖物太少，我想现在去。你
筑基境巅峰都不敢这么嚣张，你就是找死也不用这么着急啊！那先谢谢了。你，好，去就去。终于到了，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，怨不得我。知道了，快回去吧。亏我好心提醒你，居然不当回事。玄冰洞里是极咒，但洞外此时是亥时，等到子时，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哎呀，那此行这么顺利，真要谢谢宋天行和李纯，都是好人呢。等到猎物落单才动手，有点聪明。不过你好像搞错了，谁才是猎物？黄泉死气只有这里的药物才有，但要转化成能洗炼法器的黄泉真水，这点可不够。怎么会有这么多药物？糟了！林飞，原来是梦。子时已过，银河群妖出没。那家伙虽然讨厌，但罪不至死。不行，我得把他给带回来。林飞，林飞，不会已经死了吧？好好的宝贝都给我那便宜师傅浪费了。幸亏这次收获了不少黄泉真水，重新洗炼了一遍，总算是能用了。林飞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天还没亮呢。我，等会儿，这么多蛇妖都是你一个人杀的？蛇妖将，见鬼！蛇妖将是下游才有的高级妖物，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大概是血腥味的。蛇妖将速度极快，还会使用法术，我们合力才有一线生机。就
能！一定是我看错了。啊，嗨，这颗成色不错。不可能的，他不可能这么强。他以前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突然间出了五斩阎罗，还能一剑秒杀蛇妖将。一定是那把剑有问题。对，这小子肯定走了狗屎运，得到一把看似普通，实则为法宝的剑，难怪突然间变化这么大。嗯，你没事吧？林飞，我知道你的秘密了。啊？难道是因为最解题定律，被他察觉到我不是原来的林飞？哼，你不需要了解本天才的想法。想要我不把你的秘密说出去，除非和我换一把剑。哼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怎么，不愿意啊？唉，算了，你高兴就好。来得好！尝尝我大宝剑的厉害！碰就算，这剑不是法宝吗？完了！听说蛇妖将最喜欢趁猎物活的时候掏食内脏，林飞，你坑死我了！纯阳之血啊！我说怎么会连着来2只蛇妖将？啊，纯阳之血，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！你绑我干嘛？放开我！纯阳之血就是妖怪眼中的唐僧肉，最经典的吸妖体质，不利用下太浪费了。林飞，我做鬼也不会。刚才的蛇妖剑，一直就能顶之前所有手物。这下不知道能掉出什么好东西。那是妖帝的气息。糟了，这下好像玩大了。实力悬殊太大了！全是粘液。唉，天天带东西小酒，这么喜欢我的话，干脆当我的蛇吧。哈，粘真的。盖了章，就不能反悔哦。我林飞，有恩必报，有仇必偿。问前宗518条人命斩，
会亲手讨回来。小小，我要出趟远门，交给你一个任务。我在玄冰洞藏了好多宝贝，你帮我好好看着，好好修炼，别担心，我去就会。小小，回来了，对不起啊，让你等了这么久。这是化形反噬，难怪都妖帝了还没化形。这些化形沉睡的时间太长，为何我错过了？真是个笨蛇！妖兽之躯已经无法承受你的力量了，快点去准备化形啊！果然啊，蛇大不由主，现在比我厉害了，就不听话了是不是？你看看你，现在这么大个，就算我想，也没办法把你带在身边啊。要是你化了人形，就能一直陪着我了。所以啊，还不快去化形？放心吧，无论多久，我都会等你回来。差点忘了这小子，体内没有一丝魔气，看来他不是元皇的转世。甩掉这条狗尾巴，正好去拿回我的东西。妖帝，师兄！我在银河看到妖帝了，好大一只！快去通知掌门！给我冷静点！干嘛打我？够了！林飞都告诉我了，你是被蛇妖降下云的。胡说八道！我宋天行岂会被区区蛇妖降下云？我亲眼看到的。不必解释了。师兄知道你脸皮薄，可你要知道，为了保全颜面，一味夸大事实，可不是我天行峰弟子应有的作为。啊！天行，师父和我都对你寄予厚望。你若能克服心魔，磨砺心性，这次的经历对你反而有益。不是，师兄，我真的没说谎啊！真传大会在即，你好好休息吧。师兄，林飞，又是你，害我被师兄误会，可恶！我一定要……等等，林飞为什么要隐瞒妖帝之事？原来如此，我知道了。这家伙突然变强，肯定是和妖物勾结，走了什么歪门邪道。妖帝突然现身，一定是想和他密谋什么，却意外被我撞破。他料定我没有证据，这才胆大包天骗了师兄。哼，狗贼林飞，有我宋天行在，你休想对问剑宗不利！一定会拿到你作恶的证据。我找师傅借皓月星盘去。林飞，咱们走着瞧。奇怪，以我现在的体质，应该没那么容易感冒。用黄泉死气伪装，应该能骗过这些低等妖物。很好，只要不闹出太大动静，应该能顺利。传送阵，这
真是阴魂不散。云飞，我已经看透你了。不想死的话，就听我指挥，别走出旖旎气息的罩子。有病啊！竟然跑到鹰嘴崖来！你才有病！居然用传送法器尾行我！别装了！哼，妖族究竟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这么卖命？不惜背叛师门，来这里破坏蛇妖帝的封印。蛇妖帝？他说的该不会是小小吧？可是，你说的封印是怎么回事？啊，知道吗？100年前，这里曾经出了个蛇妖帝，最善幻术，不过10年，就征服了阴河上下万千妖，收服了12妖王。他自号阴河妖帝，还野心勃勃，妄想吞并我这座。前代掌教赤发真人一怒之下，一夜间连斩12妖王。阴河妖帝被一道剑气镇压在阴河下。原来不是想象。你这个人虽然缺点很多，好在心性不坏，邪不胜正。同门一场，我劝你迷途知返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你傻呀！我要真跟妖族勾结，刚才就不会救你。难道是我误会他了？那什么，似乎是天才地宝出世时特有的灵光。这里玄冰阴煞浓郁，也许会有玄阴之精。玄阴之精，那可是锻造法宝的极品材料。不过，这光出现的太巧合，有点不对劲。等等，别去！玄阴之精是我的了。宋天星，你不要命了吗？斩鬼神！快住手！走了，这些中幻术。给我清醒点！林飞，什么情况？那处灵光是陷阱，你中了幻术，王必清爆了。普通蛇妖不会幻术，莫非是妖帝的封印松动了，想以此控制我来解开封印？有可能。都怪我，这下完了，我们死定了！跟上。赤焰真火，烧光他们！你小子有这么厉害的灵气，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啊？幸好在银河重炼了这盏灯，可惜真元消耗太大，一次就消耗了我1半的真元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又欠你一个人情，等回去我一定把皓月星盘拿来。那是我师傅的，不能送你。我们并没有脱困，快启动，用它传送出去。星盘1天只能用1次，怎么办？交给我。只有12条禁制。如果能增加到18条，就能多一次使用次数。我有办法离开这里，跟我来。我需要你守住洞口，
办得到吗？你要干嘛？想活，就信我。好。也罢，就当还你人情了。不要小看我宋天行！不要小看我宋天行！师父师兄，对不起，没机会再听你们唠叨。行吧，没时间解释了，回去告诉掌教封印松动，神妖帝要脱困了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林飞！宋师兄，哎，快去禀报掌教！李师兄，天行峰弟子回报，鹰嘴崖妖帝封印异常，掌教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，命你先行查探。妖帝封印本是我分内之事，你们退下吧，我一人去足矣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事。说。据说还有一名叫林飞的弟子被困在蛇妖群中，望师兄能施以援手。林飞，无名小卒，早就葬身蛇腹了。倒是那封印。可算把拖油瓶送走了，现在有把握突围了，只是可惜了这盏灯。需要借助法器自爆的威力，炸开一个缺口。妖帝，不对，这是妖气外泄形成的虚影，封印果然松动了。不了了，小小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些伤，小小是强行中断化形赶过来的。小小。你想护送我去当年藏宝的地方，我可以自己走的。喂，这家伙看着你受苦，我什么忙也帮不上，反倒还要你来救我，我这主人也太不称职了。就到这里吧。加油，一定要帅气的化形啊！
我会努力变强的。下次见面的时候，让我来守护你。开！就是这里。啊，挖到了！唯一能帮我修成万剑诀的宝贝。咒光盘，世间罕有能逆转时间的法宝。虽然不能让我回到3万年前，却能将这具身体恢复到修炼万剑诀之前的状态，重新选择筑基心法，这是唯一的希望。咒光盘，我的咒光盘！怎么会？这种顶级法宝，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碎掉？一定是我的恶作剧，故意放了个假的在上面，真的在下面。没错，一定还在的，一定。难道重活一世，还要当个废人？太乙精金，就算能炼成绝世法宝，对我又有什么用？绝世法宝，坑爹货！师弟，这本万剑诀还能用，为何扔掉？哎，打住！半壶师兄，我绝对没有浪费资源的意思，实在是这本万剑诀太坑爹，继续留着会误人子弟的。这本书我也看过，为何这么说？我这可是现身说法，刚看到这本书的时候，一听一剑演万法，感觉特别高大上。要不是师傅拦着，我还真给他忽悠了。唉。可谁还没个年少无知的时候呢？连师傅都说这剑诀坑人，还是趁早销毁，以防万一。万剑诀需练成万种剑诀，才能凝聚剑胎，寄托元神。按常理确实难以办到，但未必不能练成。啊？怎么说？常理无法解决的问题，有时候需要换个角度思考。昨日与我切磋的那位体修，肉身强度能与法宝媲美。倘若真能将肉身炼成法宝，啊，那样的话根本不必练什么剑诀，只需要祭出81道禁制，把身体炼成先天法宝，不用剑胎也能寄托元神。嘿，这脑洞，不愧是问剑宗100年一遇的天才。这只是一个设想，未必可行。毕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功法能把人体炼成法宝。啊，好像
还真没有哎。法宝若炼制失败，还能重铸，但性命只有一条，一旦失败，可没有机会重来。你说的对，还是销毁比较稳妥。能把人体炼成法宝的功法，那时候的确没有，但现在，诸天浮屠诀是上古第一炼器法门，能炼化万物，自然也包括人体。太乙精金，天生只有一道先天禁制，是打造根基的顶级材料。可是，真的要把身体炼成法宝吗？一旦失败，不死也会变成废人。也许还有其他办法。真可怜，听说他经脉有缺，这辈子都无法突破养元境了。哎，这有什么呀？有个掌教师傅，一辈子混吃等死也不错。师父常说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。我不想再后悔了。诸天浮屠诀，练！成功了！糟了，先天机器失控了！这人好金钱，不能驯服他，但也会被搅乱。快想，快想，究竟是哪里不对？常理无法解决的问题，有时候需要换个角度思考。我明白了，人体内的真元与先天精气属性不同，难以融合。只有吸收更多精气，将真元变得与精气属性相似，才不会有排斥反应。终于进上养元境了，看来这条路走得通。想要继续升级，我需要更多先天精气来填充这81道禁制。只可惜，像太乙精心这样的珍贵材料可遇不可求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这位师兄，请问鹰嘴崖一事可有消息传回？哦，前几日负责封印的李青山师兄已经来过，按时间推算，应该已经补好了封印。那就好，以李师兄的修为，肯定能把林飞救出来。
参见李师兄。天行峰弟子宋天行，参见李师兄。何事？禀报师兄，那日与我一同困在鹰嘴崖的还有一名弟子，他叫林飞，请问死了？哎，等等，李师兄，你说林飞已死，可是亲眼所见。你敢质疑我？不敢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以你们的修为，根本不可能活下来，没有搜救的必要。李师兄，请你再去找一找吧，我求求你了，他也许还活着。人命关天，掌教亲自下令要你来救林飞，你怎么可以如此敷衍？区区蝼蚁也敢聒噪！林飞！啊！啊！林飞！他就是林飞，区区养元境，居然能活着回来。你没事吧？既然林飞回来了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林飞，咱们走。我允许你们走了吗？李青山，就算你是真传弟子，也别太过分了。这次的事，本就是你看守封印不力，若不是林飞发现，必定酿成大祸。他就是掌教派来看守封印的真传弟子，可为何封印出现异常，却没有及时上报？原来如此。等级还在3掌5诀之上，但需要大量妖气，才能修炼到最高境界。林飞，你受到宗门责罚，怀恨在心，所以蓄意破坏封印，妄图放出蛇妖帝作乱。我劝你趁早认罪，若再负隅顽抗，被我失手杀了，也只能算你运气不好。荒谬！你这是血口喷人！你这么维护他，看来是同谋。哼，被自己保护的人抛弃了，真可笑。我倒觉得你更可笑。你说什么？你利用妖帝封印修炼天妖剑诀，导致封印松动，所以才想要嫁祸于我。可编出的理由却如此蹩脚，就这脑子也能当上真传？找死！居然是先天太乙剑气，恰好克制我的妖气，否则他根本不可能接下我的攻击。哎呀，所谓真传，就这点本事啊！受死！天妖屠神策！能以养元境修为舍命伤我一剑，天赋倒是不错。要怪就怪你自己把路走窄了。谁说我死了？很好，你成功的让我兴奋了。我要让你后悔还活在世上。尽管出手，我保证你一定会比我先死。
炸我没用的，我要杀的人从来只有一个下场。住手！哼！王灵官，你也要来管我的闲事吗？我奉掌教之命，带林飞去问剑锋。你想违令吗？待我1个月后成就金丹，再来杀你。1个月之后，你怕是成不了金丹。下次运转天妖剑诀时，不妨摸摸丹田，看看那里是不是有点隐隐作痛。可笑！林飞，还好赶上了。你怎么样？伤得重不重？没伤到要害，幸亏你机灵。王师兄再晚来半步，那小子就要死在我手里了。唉，毕竟是真传弟子，肯定会惹来不少麻烦。谢了。你行啊你，连这种牛皮都敢吹？你是进阶养元，不是法身。多谢王师兄。随我来。见过掌教师伯。啊，几位师侄，坐下说话。封印一事我已知晓，林师侄，你做得不错。多谢掌教师伯夸奖。蛇妖帝若是突然脱困，问剑宗必然损失惨重。你阻止了这场浩劫，乃是大功一件。我问剑宗一向赏罚分明，想好要什么奖赏了吗？这么直接吗？我看林师侄，你已是养元之境，正好到了温养健胎的阶段。前些日子我得了块云纹金晶，正适合铸剑，不如就送给你，再让魔剑锋的吴长老帮你铸成剑胎。正合我意，多谢掌教师伯。这云纹金晶虽是后天之物，比先天金晶差了些，但里面蕴含海量的金气，炼化它就能提升太乙剑气的威力。赶紧回去吃了它。刚才情况紧急，都忘了问他怎么脱困的了。罢了，打听人家秘密好像不太好。这块云纹金晶来的还真是时候，炼化成的后天剑气正好稳固根基。剑气成了，不知道那位李师兄有没有发现我留给他的惊喜？这是。
1个月之后，你怕是成不了金丹。下次运转天妖剑诀时，不妨摸摸丹田，看看那里是不是有点隐隐作痛。这小子究竟什么来头？居然能在我的体内种下剑气！不过你未免太小看我李青山了，一丝剑气也想阻止我成丹。待我消磨吞噬掉这缕太乙剑气，下次就不会再被你克制。我倒要看看，到时候你拿什么抵挡我的天妖屠神则？林飞！这人情欠大了，光说声谢谢也不够啊！哎呀，要不干脆算了。啊，对了，他得了云纹精金，肯定要拿去铸剑胎，不如把那个消息告诉他，没准他还要反过来谢谢我。等会儿，不能就这么直截了当的告诉他，那会显得我气势太弱。该怎么说呢？林飞，我知道哪里可以练出极品剑胎，若你求我，我就告诉你。不行不行，这太招人厌了。说这种话的反派，一般都会被打死。要不这样，林师弟，你在鹰嘴崖舍身救我，大恩无以为报。我，呸！你太肉麻了，这话要说出去，以后我都抬不起头来。哎，宋师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住这儿，倒是你，一大清早的在我门口晃悠，有何企图？我那个，你一搅和，害得我都忘词儿了。你想干嘛？吴师叔最近得了一座八方风雨炉，你可以找他帮你把云纹精金铸成剑胎。八方风雨炉，原来是想告诉我这个。谢谢啊！矫情，不过人倒不坏。唉，可惜啊，云纹精金已经被我给吃了，除非还能再找一块。怎么可能呢？后天精金又不是大白菜。林师兄，早啊，尊阳师弟，你也有事找我啊？师傅喊你过去一趟。师傅。师傅，好徒儿，我都听说了，活着回来就行。什么叫活着回来就行？你老人家还有没有人性啊？平时不闻不问也就算了，这次妖帝都差点出来了。还有那个李青山，本来嘛，师傅我一听到消息，就想去救你的，可是不巧啊，被一件关乎宗门生死存亡的大事儿给耽搁了，就晚了那么一点点儿。一点点儿。得，您不用跟我解释，没别的事儿，徒儿就先行告退了。我听说前几日有人拿了块后天精金去万宝楼换东西呀。后天精金？换什么东西啊？听说没换成，应该还在楼里摆着呢。往右边点儿。什么精金？品相如何？哎呀，这我哪知道啊，又没亲眼见过。
想要呢，你就赶紧去啊，晚了可就没路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师傅。臭小子，就当是祝贺你晋升养元境吧。他怎么知道我需要后天精金？诸天万剑诀可是我自创的功法，他不可能看出来，肯定是我想多了。事不宜迟，先去找精金要紧。老板，知道100年了吗？这肯定知道了。你放心，你这个法宝可以啊！您看我这个精金的成色，绝对是上品。都这样这2个便宜点，你呀。你买10我就给你便宜。拿我这2瓶丹药给你。公子，你看我这宝贝，哎啊，这成色啊，能提升你不少功力呢。有你说的那么好吗？这东西。哦。哦，哈哈，这位师兄第一次来万宝楼。来，这边请。嗨，咱们这万宝楼啊，看似不大，实则别有洞天啊。折了我不少，好少才抓到，是吗？整栋楼都是万宝峰炼制的空间法宝，说是容纳万宝，可一点都不夸张。哇！智能仓储，这个有点意思啊！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宋师兄，好巧啊！我今天在这儿轮值。你来干嘛？啊，听说有块后天精金在万宝楼出售，我来看看。哎，你不是已经有云纹精金了吗？嘿嘿，我喜欢，买回去放着好看。你，这位师兄，您刚才说的可是精金？您要是奔着这块精金来的，怕是……有什么问题吗？实不相瞒，这块精金刚上架就被魔剑锋的一位师兄看上了，还出价500块灵石。才500，不是不识货，就想占便宜。谁说不是啊？当场就谈崩了，放了几天都没卖出去。那不正好吗？我买啊！可是那位买家的身份有点特殊。特殊怎么了？有我宋天行在这儿，就得公正买卖。您别误会，我也没说不卖呀。那就别废话，赶紧的。行，二位请稍等。前32甲。张老板，好久不见！哇！瞧你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模样，我建议啊，先找人鉴定一下。用不着，黑曜金金，4品的。你什么时候会鉴定精金了？我听师傅说的。哦，听闻罗长老痴迷炼器，有这眼力也不奇怪。说个价吧。这精金的主人啊，原本是想兑换一件克制阴邪的法器，可如今这么一闹，只要求不低于法器市场价的灵石即可。巧了，我这正好。让开！赶紧的，把这块精金打包，别浪费老子的时间。李师兄，上回不是和您说了吗？人家这是寄卖的，我做不了主啊。那你就叫做主的出来，我跟他谈。
原来是李纯李师兄，老熟人啊！谁跟你说？你在这儿干嘛？不好意思，这块金金我要定。不好意思，这块金金我要定。哼，你们玉衡峰几十年前就破产了，要不是我魔剑锋乐善好施，每年都送几把剑给你们，玉衡峰弟子早就无剑可用了。你居然还厚着脸皮想跟我抢金金！魔剑锋首席弟子居然也有人敢惹，还是最穷的玉衡峰弟子。玉衡峰除了月华之剑，实在是一无是处啊！真不知道怎么想的。是，这下够好补吃了，真是有好戏看。早该有人收拾收拾他。有本事，先把剑钱补上啊！这位师兄，剑是魔剑锋造的没错，但那是宗门财产，份额也是由掌教和各峰长老定下的。你要临时地还钱，好没道理。你谁啊？哪个峰的？天行峰，宋天行。天行峰，天行峰的小子，这种买卖闲事也要管吗？我在这儿当值，自然是要管的，否则不好向师兄交代。拿亡灵关压我，很好，我记住你了。哼，玉衡峰一山头的穷光蛋，你买得起这金金吗？哼，我听说这卖家想换一件克制阴物的法器，你拿不出来，不代表我拿不出来。吹牛谁不会？你当法器是大白菜呀？你拿一个我看看。这玩意儿，不会吧？真的假的？这肯定是假货。是不是真的？这难道是？啊？哦，的确是克制阴邪的法器啊，而且是卖家最想要的火属性，完全符合要求。怎么可能？这是三宝琉璃灯。如何，李师兄，可看清楚了？就算你有又怎么样？凡事都讲究个先来后到。这块金金是我先看上的，你就是再拿出10个宝灯，我也不让。李师兄，万宝楼公平买卖，你休要再胡搅蛮缠，坏了规矩。我只知道先来后来的规矩。哎，不知道李师兄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什么话？好狗不挡道。敢骂我，找死！快去请孔师兄。好。哎，大家都是同门，有话好好说嘛。闭嘴！就凭他也配跟我称同门？哼！罗神霄见了我都要点头哈腰。大胆，竟敢直呼长老名讳！卑鄙！哼！原来是仗着有寒冰剑气，可惜你今天遇到我克星，尝尝老子的雷火剑诀！不可能！孔师兄，这位师兄看着一脸和气，没什么架子，弟子们却对他毕恭毕敬，连李纯都不敢造次，看来是个厉害角色。他是执掌万宝楼的孔方师兄，我师兄都不敢得罪的人物。
玉衡峰弟子林飞参见孔师兄。林师弟好身手啊！不敢，是我一时冲动，坏了万宝楼的规矩，还请孔师兄多多包涵。哎，打坏的东西跟你没关系啊。我还有事要处理，改天你来万宝楼，我再好好招待啊。多谢孔师兄，林飞先行告退。孔师兄，我也回去了。去吧。哎，对了，咱们刚才聊的买卖还算数吗？当然算。我这就去联系卖家，谈妥后，把晶晶送到师兄府上。那就有劳啦。林飞的，哎呀，我说李师弟啊，怎么弄得如此狼狈啊？还用上雷火剑诀了。这万宝楼本身虽然是件法宝，轻易弄不坏，可这墙壁弄得乌漆麻黑的，也不太好看，对不对啊？对不起，孔师兄，我没有对万宝楼不敬的意思，我只是气昏了头才胡乱出手的。哎，嘿嘿，李师弟说的哪里话呀？万宝楼和魔剑锋一向交好，这点小事不必放在心上。按照我万宝楼的规矩啊，你弄坏了东西是要照价赔偿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李师弟，这是我师父定下的规矩，我孔方做不了主。是，我一定照价赔偿。好，既然李师弟这么痛快，我就自作主张，帮你把灵头抹掉。多谢孔师兄。一共1200灵石。回头我让师弟把账单送到魔剑锋啊。多少？怎么，李师弟觉得贵了吗？没事，我们再算一遍啊。没有，师兄算的自然不会有错。只是我今天没带这么多灵石，要不过2天我再亲自送到万宝楼来。好说。李师弟有伤，哪位师弟辛苦一趟，送他回去。是，孔师兄。孔师兄，已经收拾干净了。辛苦了。孔师兄，那位林师兄明明也有错，你为何只罚了李师兄啊？魔剑锋和我们万宝楼不是一直交好吗？有时放弃差的，才能得到更好的，不必可惜。更好的？林师兄吗？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吧？李纯的雷火剑诀本身克制他的寒冰剑气，可他只出一剑就重伤了李纯，这样的天赋，你见过吗？可我听说他修炼的是万剑诀啊！万剑诀？不可能！万剑诀我又不是没见过，一剑掩万法这种东西，就是骗小孩子的。林飞，你和孔方师兄很熟吗？第一次见。那他怎么问都不问，也没罚你就让你走了？那当然是因为他慧眼识才，看出我的不凡，想跟我交个朋友。不就是打赢了李纯那个窝囊废吗？看把你给嘚瑟的。没意思，走了。
一大早的，什么大人物要来磨剑锋？师傅还非要我来接着，真是……都怪林飞这个贱人，害我要熬夜铸剑还债。等着瞧吧，我一定要弄死他！早啊，李师兄，又见面了。早啊，李师兄，又见面了。林飞，你来干嘛？这里可是魔剑锋，你不要乱来啊！哎，别紧张，我是来找吴师叔铸剑的。找我师傅？哼，真不凑巧，他老人家闭关了，你改日再来吧。哎，掌教师伯还说跟人约好了，没想到人家不给面子。掌教，师傅让我等的贵客就是他。哎，林师弟，请留步。李师兄还有何指教啊？那个刚才是我记错了，师傅他没闭关，他下个月才闭关。哎，这么重要的事情都能记错，师兄的业务能力有待加强啊。师弟说的是，这边请。小贱人，别以为有掌教的口谕，我就治不了你。哎呦，我突然想起有件急事儿，那个师傅就在铸剑房中，劳烦师弟自己过去。行，你忙去吧。吴越师叔，玉衡峰林飞求见。吴师叔，你在吗？我是林飞，是掌教师伯让我来的。蠢货，师傅铸剑时最讨厌有人打扰了。吴师叔，玉衡峰林飞见过吴师叔，这一次来，打得好，让给我嚣张！看在罗师兄的面子上，我不与你这小辈一般见识。滚吧！师傅竟然放了他一马，狗屎运！这暴脾气和传闻中一模一样，正合我意。哎，吴师叔，你不能赶我走，是掌教真人让我来的。我今天一定要把剑台铸成，不然我不会走的。要剑不要命，这小子这么疯的吗？吴师叔，你要再不开门，我就去告诉掌。活该，这下有他好受的。李纯，你也进来。是，师傅。吴师叔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好生看着他，在剑炉上吊3天，再让他滚蛋。是。我说林师弟，热不热呀？要不要跟你扇扇风？李师兄好手段，要怪就怪你自己蠢。如何？我魔剑锋的地火，滋味不错吧？不错，比我预想的还好。你都快变熏肉了，还敢嘴硬？若是我运气不好掉进剑炉里了，师兄你会不会有麻烦？哼，唬我！
管着你的可是我师父的离火焰光锁，万斤巨石都吊得住，你才几斤肉？哼！我去，林飞，你有病啊！宁愿死都要扣我！完了完了，师父回来，我要怎么交代呀？哇，不愧是极品炼气炉，炉中自成一方天地。蕴养的离火一定品相不错。乾坤坎离遁，不知这离火会藏在哪个方向？啊！哼，差点忘了，这里是他的地盘，这就简单了。来了。不愧是化了形的离火，好精纯的火焰。好朋友，借你火源一用，多谢。总觉得少了点东西。啊，差点把这个给忘了。因为地火突然爆发，林飞受不了高温，哭着求我放了他。我当然是拒绝的。师傅，您说了要吊他3天，少半个时辰都不行。谁知他竟然趁我不备，挣脱了离火焰光锁。我身上有伤，拦不住他，让他给逃了出去。让你跳炉，我让你坑我，我再给你加把火。筑基的杂质都被洗炼掉了，能这么顺利，多谢你了。嘿嘿，不好意思啊，再借一点点火源。都是凤凰铁，万中无一的几率居然让我碰上了。周围的火源怎么突然变狂暴了？这一下，难道是地火爆发？难怪师傅总说福祸相依，再待下去可不安全。怎么变这么大？
看来地火爆发助长了他的气焰。糟了，刚才下手太狠，怕是没法善忍了。这下惨了！人呢？师傅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林飞他跑了。吴师弟，今天刮的什么风，能让你这个大忙人来问剑锋？师兄说笑了，不过是找掌教师兄有些私事。听说前阵子蛇妖帝封印松动，险些脱困，是你徒儿宋天行冒死传回消息，才为宗门免去一场浩劫。如此深明大义，师兄教导有方啊！哎，这你可夸错人了。天行确实传回了消息，但力挽狂澜的却是罗师兄的弟子林飞。林飞？据说他发现封印异常后，却临危不乱，优先考虑宗门安危。多亏有他舍命相护，天行才能活着回来报信。如此心性，委实难得。对了，听说掌教为了表彰他，让他带着口谕去找你铸剑，你可别为难人家。那个，我突然想起剑炉的火好像没关，先走一步。剑炉什么时候需要关火了？喂，用不着这么记仇吧？不就见了你一条火源吗？他吸收了地火火源，实力大增。再这样下去，很快就会被追上。赌一把。林飞人呢？师傅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林飞他跑了！跑了？您走后没多久，突然地火就爆发了。地火爆发极有规律，近10年都不是爆发期，怎会如此反常？我也这么觉得，就挺突然的。然后呢？然后林飞害怕了，就求我放他下来，我没答应，他就用计把我骗开，趁我不备，挣脱了离火焰光锁跑了出去。你说他挣脱了离火焰光锁，是你亲眼所见？是，都怪弟子没用，请师父责罚。幸亏我准备充分，把师父给唬住了。罢了，你先起来。你是人是鬼？你见过这么帅的鬼吗？林飞，你怎么从剑炉里出来了？见过吴师叔，这8方风雨炉里着实凶险，你老千万别再把人吊在剑炉上了，不是谁都有我这么好的运气的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师父，我错了，师父，我错了，师父。
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已传信给天行峰，从今往后，你便去看守剑山吧。要把我逐出魔剑锋，师父，这次是我错了，你打骂我都可以，再给徒儿一次机会吧，师父。我可以容忍你的骄傲，也可以容忍你借我之名搜刮好处，但你不该骗我。林师侄，这样处置你可满意？谢吴师叔主持公道。好，既然此事已了，现在你不妨说说看，为何要故意掉入剑炉？我故意跳炉子，怎么可能？那就是个意外。当时吕纯为了整我，煽动地火，吓得我拼命挣扎，不知怎么就挣脱了。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炉子，真的，我在里面都差点烤熟了。后来地火突然爆发，我就让那火浪给拍出来了。罗师兄倒是教了个好徒弟，能在养元境挣脱我的离火焰光锁，出入八方风雨炉的，你是头一个。吴师叔谬赞了，我就是运气好而已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，师侄何必过谦？好小子，还想糊弄老夫！你能在剑炉中毫发无伤，定是有门控火秘术傍身。老狐狸，就算你看出了端倪，但只要我不承认，你就瞎猜去吧。既然你不愿意说，老夫也不逼你。今日只说铸剑之事。寻常1、2品的后天精金，只能铸出中下品剑胎；若想铸出极品，最差也要4品。然而老夫在此铸剑数百年，也没见过几回4品精金。本命剑胎意义重大，你可要考虑清楚。我要铸极品剑胎。好，有魄力。极品剑胎非顶级材料不可，你若没有，老夫可以提供。你可以挑块最满意的，就用它换你的控火秘术，如何？控火秘术？难怪他一口咬定我是故意的，原来是个误会。不过，他并没有借身份和修为逼迫我，反而提出公平交换，倒是磊落坦荡。虽然你故意设计李纯，但他心思不纯，咎由自取。你2人恩怨，我不会深究。只是这控火之术，我势在必得。唉，300年了，我离铸剑宗师始终只差1步，唯一缺憾便是这控火之术。林师侄，你若觉得不合心意，或是还有别的要求，尽管开口，我竭尽所能。多谢吴师叔一番好意，只是我已经有了合意的材料。您看这块精金，可还能入眼？这是凤凰铁。真的是凤凰铁！老夫有生之年竟能亲眼见到。不止如此，我将亲手用它锻造一把神兵利器。给我7天时间。那就拜托吴师叔了。暗狐师兄金丹大成了，你们看见没？
半壶师兄刚才那一剑，把山都劈开了。不愧是万年难遇的剑道天才。走，咱向师兄道贺去。好。哦，林半壶，全宗上下都去给你庆贺了，你跑来我这干嘛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最烦应酬了，让我在你这儿避避。嘴上说烦，还一剑把山给劈了，弄出这么大动静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。还不是你们总说上山难，刚突破那会儿，我状态可好了，就想试试，看看能不能劈出一条山道来。唉，好，你最棒，多吃几块补补啊。真香，我就馋你这口。都是姓林，怎么差别这么大呢？我也想随手劈个山玩玩。这种粗活有我就行了，你呀，安心看书就好。放心吧，我会替你们守好文剑宗。这得多大仇啊！在这儿封山怎么落？罗长老也不出来管管，不把别宗看在眼里啊！哎呦，见血了！住手！又来一个。没事吧？石河，要打我们换地方打，别在这儿撒野。有本事就用剑说话。堵我玉衡峰的山门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居然是天玄剑阁中最难练的混元剑阵，这小子倒是有几分本事。看来玉衡峰也不全是草包，不过你又能挡下几剑？林师兄，有机会！你输了。此战我仗着兵器之力，胜之不武。下次我们再比过。谁说我输了？剑都断了还不认输啊？我看啊，是输不起吧？对啊，耍赖可就没意思了。你们，就是输了。好强的剑气！再来！哼，还是第一次有人敢在我面前不用全力。彼此彼此，混元剑阵不止这点威力吧？对应！啊！居然练成了混沌印！小心，大家快散开！快走，快！林师兄，
承让。天旋风，石河，玉衡峰，林飞。希望在真传大会上，还有和你一战的机会。嗯。这家伙是谁啊？居然连石河都不是他的对手，照理说不该是无名之辈啊！哎呀，都散了啊！看了这么久的戏，再赖着不走，我可要收零食啦！就练2道剑气嘛，就把自己当回事。林师兄，你太厉害了！这次幸亏有你。哎，打住！你先说清楚，你跟他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事儿得从1个月前说起。事情就是这样。我去，你让我理理头绪啊！首先，你们几个买了张藏宝图，然后跑去死海沙漠挖宝，结果宝贝没挖到，倒把石河挖出来了。你说他这个人看起来挺正常的，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癖好？居然喜欢把自己埋在沙子里！师兄，你干嘛打我？石河没把你们几个腿打断就不错了。天旋峰有门金乌剑诀，需要紧贴沙石之地的地脉才能修行。你们贸然把它挖出来，就算没当场走火入魔，也肯定受了严重的内伤。那他也不该堵山门。哼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行了，赶紧回去疗伤吧。下次遇到有人低价卖宝图，别信。林师兄，等等。谢谢师兄，你帮我解围，我也没什么好东西，就把这个送给你吧。这东西你在哪找到的？在挖宝的路上捡到的呀。这件事不要再让其他人知道，否则你我都有危险。居然是天人之眼，宝图一事究竟是巧合，还是有人故布疑局？只可惜我现在的实力，还远不足以踏入那个地方。说到底，还是实力不够。现阶段想要获得更多资源，只有成为真传弟子。真传大会。你把真元注入剑中，试着唤醒他。
道是天生剑灵？多少年了，老夫终于也铸出了一把剑灵半生的灵剑。剑出之时，有凤题名，就叫凤鸣剑，可好？好个凤鸣剑，正合我意。师叔煞费心力为我铸剑，林飞感激不尽。哎，不必多礼。吴某本以为受修为所限，铸造之术再难有所精进。此次能打造出凤鸣剑，亦是填补了我心中的遗憾。师叔可曾听过火龙天遁剑诀？这部剑诀名气很大，传闻里面藏有一门控火秘术，只可惜至今也没人发现。哎呀，我也抄录过一本，但实在看不出有何特殊之处啊。没想到当年和林师兄一时兴起整的恶作剧，居然到现在都没人破解。林某不才，恰好误打误撞发现了这门秘术，所以才能出入八方风雨炉。林师侄，控火秘术对我等铸剑师意义重大，你莫要拿此事开玩笑。如若师叔不信，大可以将这剑诀中有关运转真元的部分单独拎出来看。好。这么一看，的确有点意思，似乎少了些关键之处，还是看不出个所以然呢。那您再将第8、18、28式中的运剑轨迹对应真元运转的轨迹来看。难怪这几式剑招这么烂，原来是模拟真元运转的方法，恰好填补了之前空缺的部分，是不是很妙啊？妙个屁！写这剑诀的家伙多半是无聊至极的好事之徒，浪费我等铸剑师多少时间？您教训的对。多谢林师侄指点迷津。师叔不可。哎呀，这里我可受不起啊！我吴越不喜欢欠人情，要不这样，我这里的法器，你尽管挑选。我能不能换个别的要求？只要吴某力所能及，尽管说。早就听闻魔剑峰有条玄铁地脉，能不能带我去看看？就这？要是能让我借地脉的精气修炼几天，那就更好了。哎，你小子，放着千金难买的法器不要，反倒惦记着地脉里的寻常精气。师叔放心，我绝不反悔。也罢，既然你意已决，就随我来吧。吴师叔，拜托你下次用对术前先打个招呼。我在养元镜啊。这里便是玄铁矿脉，我宗门弟子所用的玄铁剑，都是用这里的矿石打造。好浓烈的精气！前面的谷地就是地脉精气汇聚之处。林师侄只管放心修炼，我在外面为你护法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？您这么忙，刚好可以参悟控火术，那便有劳吴师叔了。
诸天万剑诀，起！这具法宝之身，吸收精气的速度不是一般的快，不愧是我自创的功法。吸收的速度怎么越来越快？还在加速，这样下去会被撑爆的。糟了，身子动不了了！巫师叔，快来救我！妙啊，这书真是妙啊！巫师叔。不好！林师侄，你还好吗？不是说好了给我护法吗？谁想到我看了几页书的功夫，你就把自己弄成这样？你再看2页，我就没气。你怎么还在运功？快停下！不是我，是功法在自动运转。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遇到，要不我把你打晕吧？千万别！你现在打晕我，我会受到严重的反噬，甚至可能爆体而亡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只能赌一把了。巫师叔，麻烦你把电火引来，助我把多余的精气炼化掉。用地火炼？你当自己是电胚不成？我要撑不住了！小子，认真点儿！好一个养无剑！徒儿参见师父。没想到一门入门级剑法也能有如此威力，丝毫不弱于3斩5绝。要不是林飞，我也不会想到去挖掘这套剑法的潜力。你能不拘泥于一时的成败，虚心学习他人长处，这段时间进步神速，这很好。只是想要在真传大会中拿下好名次，这还远远不够。师父，我会全力以赴的，我有信心，绝不会夺了天行峰的名头。我天行峰执掌宗门律法，不争虚名。你要做的是从大会中汲取经验，至于名次，尽力即可，莫要强求。你的安全比名次更重要，不准给我缺胳膊少腿的回来。放心吧，师父。在继承您的衣钵，成为下一任天行长老之前，我是不会有事的。师父肯定是被我的梦想感动了。不知道林飞那小子现在怎么样了，可别被我落下太多啊！哎，这次都怪我大意了。小子，再忍忍！也不知这小子练的什么狗屁功法，
把老子地脉里的精气抽了个七七八八，居然一口气晋级到了养元后期，然后就不省人事了。脉象虚弱，受了些内伤，但都不严重，应当是进境太快，导致神识出了问题。神识，这下麻烦了。罗师兄，你可有办法？神识是意识之根本，稍有大意就会把它制成白痴，只能先做观察，再对症下药。你先看着他，我去灵雾峰问问雍和师兄。有劳吴师弟了。我这是在藏剑阁。林师兄，早安。林飞，瞧你那副没睡醒的模样，昨晚又通宵看书了。等，这不是梦，可我明明记得你已经……林飞，你没事吧？不知道，我好像忘了很多东西。待会儿洗把脸就好了。来，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。你吃啊。林半虎，小子，问剑宗就交给你了。安心看书，等我们回来。乖啊，等师姐下次再给你做套新袍子。回来一起收好乖啊！不要去黑院，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真是可笑啊！问剑宗全员战死，唯独一个无法修炼的废物活了下来。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吗？啊！玄黄！我记起来了，你不可能出现在这里，我亲手杀了你。一个废物，居然相信自己杀得了渊皇！你说什么？你的重生，你的记忆，你以为发生的一切都是我操纵的？现在，我让你醒来，让你绝望，在绝望中死去。感受到这份真实的痛苦了吗？这个表情不错，就这样去死吧。演得不错，我差点就信了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很简单，我认识的渊皇，可不是一个话痨。虽然是幻觉，但还是感谢你，给了我又一次干掉他的机会。幻境，看来
来你还是弄不清状况。神魔！你这么说太失礼了，我歧视你？别做徒劳的挣扎了，你会的我都会。那些你遗忘的、潜藏在意识里的招式，我也会。你没有胜算的。如果你真有自己说的那么厉害，就用不着用下三滥的幻境来动摇我了。只有在意识世界中干掉，取而代之，你才能真正的活着。你不过是个寄生虫，可怜虫而已。闭嘴！看来被我说中痛处。林师弟，救我！云霸湖可不会露出这么蠢的表情。无儿，伏特加和莫金托哪个更好喝？你就这点能耐？混蛋！不准破我的记忆！之息，和我！我已经不是孤身一人，是你输了。你们杀不死我的，心魔是人心最暗的角落，非咱们后会有期。来的鸳鸯之息，和我！师傅，可算是醒了。无妨，大概
该是方才真元损耗过度，牵动了旧煞。师傅相救之恩，林飞谨记在心。你有这份心就好啊。来，在这儿画个押。甲方罗神霄以法宝元阳佩救治乙方林飞，产生费用共计1000灵石。师傅，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克制心魔的法宝世间罕有，整个问剑宗就这么一件，1000灵石已经是亲情价了。你，哎呦，好徒儿，你该不会是想赖账吧？好，不就是1000灵石吗？哎呀，先别激动，你接着往下看，上边还有一个条件，只要你答应，不但能免去1000灵石，这个元阳佩也可以借给你温养伤势，镇压心魔呀。你要我去剑山找一把剑？准确来说是你祖师爷的剑。可是，只有真传弟子才有资格进入剑山历练。为何不去找邱师妹，偏偏在我一个伤员身上押宝？月丫头的志向，玉衡峰容不下，问剑宗也容不下，岂会受我左右啊？况且你小子的潜力并不比他差，相较而言，我更看好你。放心，老夫可没兴趣深究别人的秘密，你只需保证尽力而为即可。剑山之行本就在我的计划中，答应他，我没有任何损失，反倒是这元阳佩能解我燃眉之急。成交。那你好好养伤。哟，差点忘了，你巫师叔让我转告你，道谢就不必啦。没事啊，别去魔剑锋烦他就行啊。你怎么还在运功？快停下！不是我，这光环在自动运转。这次是我大意了，虽然一口气晋级到了2元后期，却数次险些丢掉小命。以后这种邪门歪道还是少走为妙。苍阳，林师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练功出了点岔子。我见你每日都要下山晨练，想请你顺路带点药。好嘞，包在我身上。师兄，该喝药了。好苦！还有，不是1天1碗吗？哦，这个呀，这个不是药，是我给你炖的大补汤。这味真的是大补汤。我在书上看的配方，第一次做，是不是做的不好啊？师弟好心帮我熬药，也给我炖汤，一口都不喝，未免太伤人了。既然是补身体的，良药苦口吧。师兄，林师兄，不好意思啊，师兄，都怪我。
你该不会是光顾着给我抓药炖汤，自己还没吃吧？你等会儿啊，厨房里应该还有些食材。还是我来吧。坐着，我来。来喽，就剩鸡蛋和面条了，凑合吃点吧。哇，太好吃了！天天吃黑暗料，好好吃啊，还能活得这么健康开朗，真是个奇迹。真是太好吃了。师兄，你教我的那套养无剑真是太厉害了！这次真传大会至少不会垫底了。自信点，你可是我们玉衡峰最勤奋的人。师兄，你不必安慰我。我知道的，没什么天赋的人，如果不比别人努力，就会被甩到后头的。勤奋也是一种天赋，而且是很了不起的天赋。如果以前我能有你这样的勤奋，林师兄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我突然想到，明天就是真传大会了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今晚必须吃顿减压大餐才是。师兄要做好吃的吗？买什么菜？你尽管说。哎，对了，把邱师妹也喊上吧。还是不够吗？邱师妹，邱师妹，邱师妹，明天就是真传大会了，晚上一起吃顿饭，打打气。我就这么说定了啊，不见不散。你算哪根葱？竟敢坏我好事！随便弄了几道家常菜，大家别客气啊。来，邱师妹，尝尝这烤翅，林氏独家秘制酱料。虽然不说话，胃口倒是不错。
这么好的菜，没酒怎么行啊？怪徒弟，去给为师拿副碗筷。好嘞，师傅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师傅你这鼻子比狗还灵。哎呀，我也没想到啊。哎呦，谢谢。徒儿，你这手艺比小媳妇儿还棒。来啊，添上啊！师傅，明天就是真传大会了。来，喝酒不太好吧？哎呦，那就更要喝几杯放松一下啦。自酿的米酒最大啊！来。好，来啊，站起来啊！哎，为师祝你们旗开得胜，平安归来。啊，干了啊！玉衡峰的杂碎们，这次一定要碾碎你们！我知道你想做什么，尽管放手去做，其他交给为师处理。快走啊！走，这次有没有信心啊？这次一定好好决定。走，这次一定好好。这次一定要成为这样啊！好多人啊！哎，师兄，你看，师兄，不好意思啊，差点忘了你还有伤在身了。这么长的台阶谁设计的？薛心也是掌教真人亲自设计的。那边那个玉衡峰居然派了个路都走不动的病秧子来，不愧是玉衡峰，脑子都有病。刚才那几句，给我收回去！你谁呀？你管着你？这是……走，挺信风的，惹不起啊！你这是练功练岔气儿了，还是让女妖精采补了？不行个名称啊！放心，死不了。哎，对了，听说你们那位月华现在也来了，在哪儿呢？我去，你们也太帅了吧！啊，是吧？我第一次看也被惊艳到了。先天法宝，世间罕有，真想借来研究研究。哎，你说我宋天行这么优秀，怎么就没有灵剑半生了？哎，对了，吴师叔帮你打造的剑呢？嘘，低调啊！是一把有剑灵半生的灵剑。切，你就吹吧！那块黑曜精金要是能打造出灵剑，我宋天行倒立下山。恭迎掌教。我问剑宗传承万年，
历代掌教各封长老，皆为真传弟子。真传之位，关乎宗门未来，唯强者居之。此届大会魁首，将是我问剑宗第14位真传弟子。有劳赵师兄了，开始吧。是。群体传送阵，一上来就这么烧钱，不愧是真传大会。第1轮比试在万象秘境中进行，为期3日。参赛弟子需携带身份玉牌进入，失去玉牌者判定为失败，强制传送出秘境。身份玉牌得数最多的16人晋级。比试期间不限制比斗形式，但不得恶意伤人性命，违者废除修为，逐出问剑宗。放松点，这些天你已经进步很多了。师兄放心，我不紧张，只是想到马上就能校验师兄教的养无剑，有点期待和激动。林师兄，一起加油！加油，师姐。快走，快！好强的杀气，那人是谁？天泉峰首席弟子唐天都，没想到他也来了。师父修为尚在的时候，曾经废掉了天泉峰最才学惊艳的一名弟子。这和我没有什么关系。那个人是唐天都的小叔。此人很强，你们若在秘境遇到他，最好避开。观测类法器，是为了防止试炼过程中发生意外。开始了。54名弟子随机分散，只有获得玉牌最多的16人胜出。猎人和猎物随时可能反转。哎，规则可没说不能组队。咱们几个一起狩猎落单的，岂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合格了？什么人？啊，唐天都！玉衡峰的杂碎在哪儿？没见过。
诗和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这段浪和石河去年会武打了1天1夜不分胜负，这下有的瞧了。依我看，10招之内必分胜负。哎，邓石头，你是不是每回不呛我一下就浑身难受啊？嗯。承让。没想到短短1年，竟然被你甩下这么多。小小年纪就将混元剑阵练出了轮转印，这段浪输得不远。这也太快了！听闻石河是因为败给玉衡峰的林飞，才静心苦练，参悟了轮转印。此次大比天才辈出，莫不是担心你那徒儿了？放屁！什么石河林飞，通通不是我徒儿王林的对手。哎呀，只可惜其他师兄都有药物在身，看不到我徒儿大展身手，真是一大憾事啊！唉，鸡翅都快熟了，怎么还没有人来呢？啊！可算有鱼咬够了。啊，师兄！师兄，那边好像有人，咱们过去瞧瞧。你是不是傻呀？谁会明目张胆的生火暴露位置？显然是个陷阱。万一是那人傻呢？岂不白白错过了玉牌？挺汤显的，你这个不好使。小结巴，你敢说老娘脑子不好使？找打！救命啊！别走！汤显，救我！这么蹩脚的陷阱，大概只有傻子才会上当。是我金刚不坏剑！过了这么多年，金刚剑的罩门还没有。注意件事，他那道风鸣剑下盘空虚，可以主攻下盘。你闭嘴！别长我身上，你管得着吗？你又不是我媳妇儿。无赖，无耻！不好意思啊，没收住手。你们欺负人，我记住你们俩了。师兄，我刚才是不是有点胜之不武？要怪就怪他自己分心，你别放心上。再说了，他俩联手偷袭咱们的时候，可没觉得胜之不武。
赢了4场，我，还好只是体力透支，引来这么多人给他慰藉，我是不是太苛刻了？师兄，我真的做到了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迄今为止，参赛弟子淘汰数已经办。目前领先的16人都出自哪一峰？天泉峰，唐天都；天玄峰，石河；天行峰，宋天行；开阳峰，杜仲；瑶光峰，王林；玉衡峰，林飞。就在这凑合一晚吧。今天邹阳师弟的进步可不小啊！别藏了，出来吧。咱们好像被发现了，怎么办？好尴尬呀！都被人点破了，还不出去，岂不是更尴尬？走。这位玉衡峰的师弟，我看你似乎有伤在身，不如交出玉牌，早些回去休息。想要玉牌可以用剑说话。哎，你这家伙！我师兄好心让你交出玉牌，让你免受皮肉之苦，你怎的不识抬举？不识抬举！既然如此，也别说我们欺负你，挨个车轮战如何？我都行，你们随意。那便由我汤显先来领教下师弟的本事。出彩了！那小子也不简单，短短时间就换了7、8种剑术，防得滴水不漏。你到底哪边的？师弟，小心了！这招云中藏剑不错。青莲佛剑，他到底会多少种剑术？哼，全部使出来，也才堪堪挡住汤师兄的攻击。我看他很快就要败了。师弟的剑术精妙绝伦，汤某佩服。什么情况？我说的心服口服，你俩好自为之。可能的话，尽量别和他交手。你对汤师兄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他突然认输？来试试，你就知道了。为什么我所有的剑招你都能轻而易举的破掉？难道这些年来我都练错了？你没练错，是他比我们更熟悉我们的剑法。在他眼里，
我们全身都是破绽，童师兄大概也是察觉到了这一点，才认输的。哟，3个人中你藏得最深啊！咱们走一个。不了，我不是你的对手。咱们走。玉牌差不多够了，不知道邱师妹那边怎么样？又来了几个送货上门的，我看上去有那么弱吗？哇，这么多玉牌！别乱动。昨天连战4场，你的身体已经透支了。接下来，咱们换个战术。林飞，等着我，这一次我要堂堂正正的赢你。讨厌的味道。林飞。好不容易才撑到最后一天，我不甘心。哼，等到试炼结束后再醒来吧。知道是最后一天，还敢在外面逛荡，活该蠢死。哼，就在这里睡到试炼结束吧。林师兄，最后一天了，随便吃点凑合下，等回去再给你做好吃的。师兄，你对我真好。对了，师兄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特别的安静啊？那是因为，外面有鬼。鬼？不是真的有鬼，我只是打个比喻。啊，吓我一跳。今天是试炼最后一天，能留下来的，要么实力够强，要么运气够好。试炼到现在，大家手里应该都有不少玉牌了。玉牌足够多的人，没有再战斗的必要。像我们，就会躲起来等到结束；而玉牌不够的人，则会在外面继续寻找对手。哦，我明白了，现在的情况就像在玩鬼抓人的游戏，所以师兄你才说外面有鬼。分析的不错，但我说的鬼，并不是指那些玉牌不够的人，
而是指已经收集够了玉牌，却还在外面的家伙。哦，为什么？他们在享受狩猎。找不到玉衡峰的杂碎，路上也尽是一些无聊的家伙。哼，真叫人火大。嗯，这家伙怎么回事？看上去很弱，身上的血腥味却浓得发臭。你别过来啊！我居然会此偏，有古怪。不请靠近，你别再逼我了，逼我的人下场都很惨的。哦。连剑都拿不稳的家伙，居然敢威胁我！真人突然失控，这种怪异的感觉就和刚才一样。完了完了，太迟了，要开始了！为什么你们都不肯听我说？一个个都跑来逼我，这下又要倒霉了！都怪你！想找死自个一边死去，别连累我啊！你是在威胁我唐天都？反正已经晚了，来啊！我王李会帮你唐都督。是唐天都，你！时间不多了，看来这一轮碰不上他了。咱们运气不错，居然在结束前还能捡到个落单呢。喂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乖乖把玉牌都交出来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你确定被包围的是我？止音！各方弟子注意了，第一轮试炼到此结束。可恶！我记住你了！得救了！我的玉牌！第一轮试炼，获得玉牌最多的16位弟子
分别是天泉峰唐天都、玉衡峰邱月华、瑶光峰王林、天行峰宋天行、玉衡峰林飞、玉衡峰宗阳。罗长老的弟子此次全数通过试炼，看来玉衡峰要声名大噪了。罗某向来对弟子要求严格，可是耗费不少心血才能有此成果。长江师兄，你看啊，这回能够尝点月供了吧？真传大会将在7日后继续，在此期间，通过试炼的弟子都将获得去剑壁参悟的机会。剑壁？莫非是那面传承了无上剑意的剑壁？就差2块玉牌，这天杀的2块玉牌！啊！真是太好了！师兄，我们要去剑壁了，要去传说中的剑道圣地了。啊！师兄，你应该不会不知道剑壁吧？我跟你说，那剑壁可不得了，被誉为咱们北境第1剑道圣地，据说是上古剑仙的遗迹，若是有缘，甚至可以从中悟出无上剑意。这么厉害，还上古剑仙？莫非比林半湖还强？我都准备好了，我有点紧张，修炼，有点紧张，和谁不一样？终于见着，马上就要见到传说中的剑壁了，简直就像做梦一样。我做梦都想来这儿。总觉得这地方有点眼熟。在进入剑壁前，你们要先记住2件事：其一，剑壁乃是我宗先贤悟道圣地，严禁喧哗打斗；其二，需先用真元护住眼部，方能观摩剑壁上的剑痕，否则会被剑意所伤。都记住了吗？去吧，好好珍惜这7天时间。此番过后，你们就要在擂台上分胜负了。这是这要真苦啊！苦就对了，你这叫自讨苦吃。九阴凶兽屠戮南疆万千生灵，必须将之彻底根除。是，道理我都懂，可你为什么非要一个人去逞强？师父和师叔们年纪大了，强行封印九阴会严重损耗寿命。由我来做最为合适，至少从结果上来看，也不坏。不坏？你法身破碎，修为尽废，这叫不坏？我觉得值得。况且，如今闲下来了，可以陪你一起看书，不也挺好吗？至于区法身，重修便是。也是，你可是林半湖，万古难遇的剑道天才，重修法身算个啥？对了，林飞，帮我想个名字。那九阴凶兽被封在后山，日后说不定会变成咱们宗的风景名胜，得有一个响亮霸气的名字。
看来药不能停，还得再熬一副治脑子的。啊！千万别！我说着玩的。林飞，师兄。你干嘛？快松开！收回你的手，给我放尊重点儿。据我所知，触碰剑壁并未违反规定，倒是你，再这么下去就要被驱逐了。如果林半湖知道自己在后世有这么个迷弟，不知道会怎么想。师兄，你没受伤吧？没事，你抓紧时间参悟，记得用真元护住眼睛。我的眼睛！莫要慌张不见了，慢慢撤去眼部的真元，静坐片刻，视力自会恢复。这9道剑痕越是往上，剑意越强，不可贪功冒进。好可怕！仅仅看了一眼，感觉就要被杀死了。这还只是第1道剑痕。这就是天赋的差距吗？努力也是一种天赋，而且是很了不起的天赋。师兄。但至少要把这第1道剑痕看清楚。这9剑极尽他的剑之极意，对剑修裨益极大，但最有价值的东西还在更深处。借过。学长，你竟敢把吃食带进圣地！我又没犯规。再说了，长老都没开口，你急啥呀？必须将此子逐出剑壁。哎呀，哪条规定写了不准在剑壁吃饭啊？你指出来，我瞅瞅。我也赞成把林飞逐出剑壁，他会影响我徒儿参悟。要不把你徒弟也逐出去？好像的确没有明文规定不准在剑壁吃饭啊。掌教师兄，他们的功力尚且不能辟谷，吃些东西补充体力，倒也无伤大雅。不过这臭小子的确欠教训，其他人都在专心领悟剑意，就他在那逛荡，
一会儿练剑，一会儿看书的，现在还把饭给吃上了，白白浪费参悟剑壁的机会。说实话，我也想把这小子脑壳敲开看看，到底打的什么鬼主意。终于到最后一天了。走，快点！要是师傅知道了我悟出斩鬼神第14式，他老人家肯定很开心。哎，你听说了没啊？此次悟剑的弟子都收获不菲，唯独那个林飞好像什么都没悟到，靠运气混进的16强嘛。这种货色，后面的比试取报被打出屎来。就是。林飞怎会一无所获？林飞，你来的还真巧，运气不错。啊！不对，不对，哎，错了，应该是这样。可若是这样，又该如何运转真元呢？不对，天行，天行，师傅，你怎么跟丢了魂似的？剑壁悟道结束了也不回来，在这瞎逛荡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师傅您也参悟过剑壁对吧？那您有没有见过剑壁里突然喷出一团黑雾？你看见黑雾了？啊，不但看见了，还见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。把经过跟我详细说说，尽量不要遗漏细节。剑壁悟道结束后，我听人说林飞一无所获，有点担心，就回去找他。林飞，你来的还真巧，运气不错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林飞呢？不要乱走，跟紧我。这里莫非是剑壁内部的芥子空间？是，也不是。啊，你倒是把话说清楚呀！少问，多看，尽全力记住待会儿出现的东西。林飞，这地方不对劲，无比锐利的剑意，无比凶厉的气息纠缠在一起。这是九阴剑符。别抱着我了，赶紧参悟，我撑不了太久。剑符？哦，原来是剑符，不过一看就不是一般的剑符。
我又说废话了。藏在剑壁里的剑符能一般吗？赶紧藏物！藏物！哇，师傅，您是没瞧见？那9枚剑符也太玄妙、太深奥了，我脑袋都快烧坏了，也才勉强记下了3个。黑雾县宗门星啊！哦，您说啥？那是初代掌教留下的祖训，大意是说，能在剑壁引动黑雾之人，可以振兴宗门。那个林飞果然不简单。师傅，您不会是想要？只要不损害宗门利益，我自不会查他。啊，黑雾和剑符关系重大，此事不可告知他人，即使是师兄弟也不行，记住了吗？哦，你小子真是傻人有傻福，虽说只记下了3枚剑符，也受用无穷了。嘿嘿。第1道剑符成了，糟了，光顾着炼化剑符了，差点忘了今天是真传大比的首战。老家，借过啊！不好意思，借过。又断一柄飞剑，师哥这是要输啊！王闯的血海剑经引力破境，明显克制混沌剑阵。哎，杜师兄，你怎么看？10招之内，石河必败。哎，早知道这场这么无聊，还不如找个地方睡觉。石河虽然处于劣势，但进退有序，倒像是在筹划什么。我也觉得10招之内必分胜负，但输的恐怕是王闯。哟，这不是把剑壁当饭堂的林师兄吗？哎呀，要论勇气可嘉，我只服你。可你这看剑的眼光就有点儿……石河的剑阵36你去12，阵脚漏洞百出，王闯只需稳扎稳打，赢下这场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不错。你们几个这么自信，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啊？杜师兄，有人送上门来，怎么说啊？没兴趣。这是何物？光看着就令人心静神宁。此乃元阳佩，上能辟心魔，下能清心神。若是戴上它，天天都能一觉无梦到天亮。你刚说的打赌，还算数吧？不过这种级别的法器，大都价值上万灵石，我这儿只有1000。
杜师兄，咱开阳峰不能怂啊！我添800，我这再加500，没问题，有点差价我不介意的。只要你们不食言，那是自然，不食言，放心吧，不食言。飞，待我剑王宠的锐气，将这一剑打磨完美。居然完全放弃了防守，他在想什么？就凭你那几根绣花针，哼，也想和我正面对决？哼，看好了，林飞，这一剑是为你准备的。居然藏了这么一手杀招，我要娶你了。天玄峰石河胜。利用轮转印，将剑阵的全部威力叠加在一剑之上，没有超凡的算力和对真元细节的绝对掌控，根本办不到。你已有几分林半湖的风采了。2300灵石，别食言哦。我杜仲岂会在乎1具灵石？林飞，敢不敢再赌一局？林飞，那个带饭去煎饼吃的奇葩，听说是靠运气混进16强的，哼，真是浪费。是他，扮猪吃老虎的坏胚，就是这厮把我们淘汰的。冷静。是，嘉林强。不知道谁能赢。3000灵石，就赌咱们这场。要不还是算了吧。林飞，你是不是怕了？要是不敢赌，干脆在这认输好了，也不用上台比了。唉，既然几位师兄执意如此，行，这局我接了。杜师兄，到时候给他好看，你看我的吧。杜师兄加油！我们的幸福就指望你了。比试过程中，严禁危害同门性命，严禁使用高阶法器，失去战力者败，被击出场外者败，主动认输者败。都听清了吗？真传大比第2场开始。火凤剑灵，巫师叔真的给他打了把灵剑。我问剑宗，如今也有铸剑宗师了。有灵剑又怎样？林飞，我早就观察过你。你擅长缠斗，剑招灵活多变，但很可惜，你所有的优势在我的暗杀剑面前，根本没有施展的机会。
3000灵石，收下。杜仲修炼的剑诀，似乎能利用影子进行移动。这也太赖皮了吧！这么快就结束了？不愧是本界暗杀剑术第一人，我在他面前估计连一招都躲不过。林飞表现的已经很好了，只可惜不对，林飞还没输。胡说什么？他都被那样了。长老们，还有王灵官师兄，都没宣布结果。难道还有变数？怎么还不宣布结果？糟了，这是暗杀剑的幻影分身，他也懂暗杀流剑术。等等，刚才和我打的是分身，那他本体在哪儿？好巧啊！你的飞影杀我也会。什么？会又如何？你分心兼修这么多剑术，怎么可能比得上一心专修的我？那不如我们都用飞影杀，比一比谁的剑更快。正有此意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太快了，根本看不清。谁赢了？真传大比第2场，玉衡峰林飞胜。他怎么可能比我还了解飞影杀？我并非比你更了解飞影杀，只是比你更了解暗杀罢了。打得漂亮！没想到玉衡峰有如此厉害的人物。还好这小子赢了，没让我白费功夫打造这把灵剑，不然我可得找他算账。此子竟敢将掌教所赐用于铸剑的云纹金晶炼成剑器，此乃大不敬。既然他另有佛缘，倒也无妨。还是掌教大度，不像某些人。哼，师兄，
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，你待会儿别紧张，正常发挥就好。没想到玉衡峰除了秋月华，又出了一个林飞。宗师弟，你该不会也深藏不露吧？我资质愚钝，远远比不上林师兄和秋师妹。啊，这才正常吧？不然玉衡峰岂不个个都是怪物？你尽管出剑，待会儿师兄帮你复盘。被那道剑意杀死了372次，只悟出了那一剑的皮毛。但是没关系，听师兄的就好。就像在密林试炼时那样，集中精神，然后尽我的全力出剑，一剑式圣光。好快！他的剑怎么可能这么快？林半湖的剑道一向直来直往，因为变化最少，所以速度最快。师弟他已不知不觉跨过门槛了。又是这个姿势，他只会这一招吗？再来，圣光！我弃权。坐阳。刚才的剑招远超出你的负荷的极限，楚萧死，暂时别再用。我现在收回认输还来得及吗？多谢王师兄出手相助，我先带师弟回去养伤。不留下来看看后面的比试，他们可都是你日后的对手。师兄，你留下吧，我少废话，走。天行的眼光还不错。今天我宋天行就要以14路斩鬼神名扬12方，可惜林飞不在。谢谢师兄帮我疗伤，幸好反噬不严重，不然明天就不准你上台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师兄，因为你都没有看到后面的大比。哦，瞎想什么呢？我没怪你，我知道，你只是想尽力做到最好，这很好。啊，师兄，你真这么想？嗯。啊，林飞，我能在你这儿接住一宿吗？啊？不就输了一场吗？至于连天行峰都不敢回吗？我倒宁愿是给人打趴下的。你们走得早，没看见我输的有多惨无人道。哎！他俩是想笑死本姑娘吗？真逗，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把自己绊倒。
宋天行摔出场外，瑶光封王林胜。啊！真是太丢人了！我现在回去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师傅和师兄。照你这么说，那王林的路数挺邪门啊！可不是嘛！我一运转真元就岔气，我想往左刺，剑就莫名其妙往右拐，连迈步都能把自己绊倒。他那功法又不是旁门左道，哼！我就把剑吃了。莫非是灭运剑诀？啊！传闻灭运剑诀十分诡异，能断人气运，让人霉运缠身。练到极致，对手还没出手，就先走火入魔而亡了。那岂不是天下无敌？为何连听都没听过？因为这门剑诀运功时不分你我，伤敌1000，自损800，所以非常冷门，几乎没人愿意修炼。原来如此，听你这么说，我反倒有点同情王林了。他师傅得多狠心啊！他师傅狠不狠心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谁对上他谁倒霉，就算赢了也得脱层皮。飞剑传说，明天的对阵表。你该不会是想说我下一个对手是王林吧？宗阳比你还惨啊！明天和他对阵的是唐天都啊！我去！开始吧。加油！林飞，加油！林飞，加油！王林呢？我还等着看乐死。你是来这玩的吗？好好看剑，好好学习。是师兄教训的对。这赵钱爷也太不像话了！大比之日，师徒2人都没到场，要不我去找找。兴许有事耽搁了，再等片刻也无妨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你为什么想要弃权呢？啊，师傅，您把灭运剑收回去吧。这可使不得。反正我不想再练这剑诀了。哎，总得有个理由吧？为什么呀？以前我独自修炼的时候，也就自己倒霉。可自从参加了真传大会，很多师兄弟都因我而受伤，甚至重伤。大比之中，刀剑无眼，这很正常。不，这一点都不正常。最近我每次驱动剑诀，都能感觉到体内像有一头怪物，一头饥肠辘辘，只有不断吞噬气运才能满足的怪物。师傅，我好怕，我怕有一天我真的会变成怪物。哎呀，别想太多了，你小子心思这么单纯，怎么可能变成怪物呢？也许我本来就是。镇上的人都因我而死，就像大家说的，我就是个瘟神。是为师没考虑周全，让你承受太多了。
可我希望你记住，当年那头孽畜被你特殊的体质吸引来酿成惨剧，并不是你的错。你能活下来，本身就是个幸运的奇迹。还打不打了？那王林该不会是怕了林飞弃权了吧？就他那手稀烂的剑法，换成我都没脸上台。赵前夜，王林何在？抱歉，让诸位久等了。我来是为了告知王林他。王林来了。师父，我还是不觉得自己会是幸运的奇迹，但我愿意相信，相信着我的你，我会试着去驾驭心中的怪物。瑶光峰王林对战玉衡峰林飞，大比开始。命运剑诀太过诡异，必须速战速决。好古怪的真元，不能再让他继续下去了。真元反噬。抱歉了，但我也想赢。虽然看不见，但那股诡异的感觉更强烈了。既然一剑击不中，那就多来几剑。幻羽飞影杀！他居然融合了幻羽剑与飞影杀的招式，真是个怪物。好机会！右手失去知觉了，糟了！刚才多好的机会呀！林飞怎么连剑都拿不住？林飞不可能犯这种错，那个王林肯定有古怪。他上一场也很诡异。听我一句，别用剑气。走你！我去！都跟你说了，别用剑气了。算你狠！
遮蔽五感，强夺气运，这灭运剑诀和旁门左道有何区别？我说邓石头，你可不能因为你徒弟输给了我徒弟，就乱泼脏水啊！你就不怕王林哪天练得走火入魔？呸！少在这乌鸦嘴！林儿是万中无一的福德之体，不然我也不会让他练。你好了好了，这灭运剑诀虽说诡异了些，但并不会主动伤人，将之与旁门左道相比，有些过了。再说，罗长老都没抱怨。其实我刚想说，张教师兄说的对，我没意见。听见没？谁徒弟更邪门，还不一定呢。又是游龙剑，他好像从头到尾都在用这套入文级剑法，莫非有什么玄机？游龙剑直来直往，缺少变化，缺少变化，难道说……啊，他也该用游龙剑，这难道被发现了？果然如此。之前的种种诡异都是因为同一个原因，灭运剑诀会干扰人的五感，让动作不知不觉出现偏差，这就是厄运的真相。所以他才用最简单的游龙剑，越简单就越少犯错，即使受到影响，也不会有严重的后果。我算是明白了，不过游龙剑还是有些精巧。在我家乡有一门更简单粗暴的剑法。什么剑法？百年剑法！祝你一帆风顺，二龙腾飞！三阳开盖，四季平安，五福临门。这是什么剑法？如此粗鄙！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如此粗鄙的剑法居然要赢了！王林也太弱了吧！这就是你徒弟的能耐。再来！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风来财，九九同心。够了，灵儿，够了，咱们认输。十全十美。可我不想让你失望，师父。灵儿不可，这招你现在还驾驭不住啊！天印开！好强的剑意，可是几十米皮肤都在刺痛。这王林看起来憨憨的，没想到这么厉害。这不这样。将积攒的气运化为剑气，施术者本身也会受到严重的反噬。不必再比了，我去阻止他。且慢！怎么回事？突然感觉好饿。香，真香。
的气运全给吃了。灵儿，对不起，师父。傻孩子，别说话了，咱先回去疗伤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你小子才邪门！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还不快下去？你已经赢了。啊？哦，林飞，师兄，刚才我怎么了？你把那巨剑给吃了？啊！原来那什么这么厉害，我怎么使不出来呢？下一场，玉衡峰宗阳对战天拳峰唐天都。啊！宗阳师弟，你一定要小心一点。是啊，是啊。观摩6道剑痕，而不被剑意所伤，修为远在我之上。先不要自乱阵脚，拼过再说。宗阳，是打败罗俊的那击快剑。以他的状态，最多只能出2剑，万一失败，就没有余地了。但他只能躲。唐天都的不灭剑体配合5色冰煞，能攻善守，陷入禅道，只会输得更惨。不灭剑体修到了大成，糟了！宗阳已经失去意识，本场结束。什么时候近身的？我居然没察觉。宗阳伤得重不重？比起外伤，真元紊乱更麻烦。调理好真元，应该很快就能行。那就好。你接下来还有一场比试，我送他去疗伤。多谢。哎，林飞，你离真传席位就差几步了，千万别做傻事啊！你在宗阳身上种下了剑气，数日后，这道寒冰剑气会戳穿心脉，然后化成水混在血中，无从查证。没错，到那时，就算掌教亲自来验尸，也看不出端倪。你又能奈我何？
万一邱月华抽中了林飞，即使是同峰的师兄师妹，也要拔剑相向。这便是真传大会的残酷之处。那就太好了！我家秋秋一定能报答林飞。好。大比开始。林飞居然在抢功！他用的万剑诀诡异多变，暂时压制住了唐天都，但这还不够。无灭剑体不破，击中再多次也没有意义。把唐天都击出场才是他的目的。抓住你了！仗着不灭剑体的绝对防御，他可以分心算计林飞，从一开始就立于不败之地。我的蟒灵会吃掉你的剑气，而我会把你踩在脚下，让所有人都看到玉衡峰的臭虫挣扎的模样。作为过来人，我给你2个忠告：第一，不要随便乱吃东西，小心消化不良；你在剑气上动了什么手脚？第二，无灭剑体的防御并非没有上限，只要不断击打相同的区域，就能滴水穿石。多亏了你的蟒，让我的云纹剑气更加精纯了。林飞，我要杀了你！天都，玉衡峰林飞胜。帅气啊，林飞！林师兄，还需要师弟吗？区区寒毒也想害我徒弟？
贪渎，也想害我徒弟。找死！火神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胆敢拦我！只要我还在问剑宗一天，你就要叫我师兄。你放他出来做什么？这股气息毫不弱于9年，是不是身体里镇压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啊？这100年来，我一直按麻衣真人说的，把他关在身体里，从没想过要把他放出来。金丹被人斩碎的时候没有想过，被你们说3道4的时候没有想过。就连我门下弟子被人欺负的时候，我还是没有想。不过今天，我突然有点想了。快住手！罗神霄，难道你想成为问剑宗的罪人吗？罗师兄。罗师兄，我将你和林飞陪不是，还望罗师兄海涵。师父，还请罗长老收了此念。看在诸位师兄弟的面上，不与尔等计较。我们走。罗氏，长老原来这么厉害。那道剑影好可怕，看到的瞬间我还以为要死了。没人跟来吧？啊？没。师傅你，无法，受了点饭食而已。啊，师傅，你又出血了。快去拿续命丸，快呀！方才多谢师傅出手相救。唉，这些破事本就该由我这师傅来担，一直以来让你们受委屈了。师傅，你的身体不碍事，眼下最重要的是你和秋丫头的大比。秋丫头是谪仙转世，又有先天法宝在手，时合必败。你呢？你有几分把握？能赢唐天都，主要是我了解不灭剑体，还利用了五色寒蟒喜好吞食极寒之物的特性，提前做了应对，有取巧的成分。但邱师妹不同，她的剑道与生俱来，我前所未见。先天古剑对我的凤鸣剑也有天然压制。说实话，没有半点把握。还算有自知之明，不过也不必妄自菲薄。你有你的优势。请师傅指点。论剑道造诣、兵器之力，邱丫头都比你强。但她的剑意太过顺应大道，清冷无情，而你的剑却有一股浓烈的精神。精神？
剑中看到强烈的执念、反抗的叛逆、进取的欲望，这些都很好。对于剑修而言，精神即是剑意，你的剑意胜过秋丫头。我有时甚至会想，你这般年纪怎会有这样的剑意？难不成和秋丫头一样，也是转世重生的谪仙人？哎呀，可人生能有几回重来的机会？就当是老儿我的一语吧。去吧，今晚好好休息。我还指望你小子成为真传，去剑山找回祖师爷的剑呢。为何那时天人之眼会有反应？你放他出来做什么？师父身体里竟压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啊！莫非师父和那道剑影与天人一族有关？如果能重来，别再站起来了。林飞，石河失去意识，玉衡峰秋月华胜。赢得真传大会只是第一步，我一定会回到那里，谁也不能阻拦。抱歉，我失约了。没事，回头有的是机会。他的剑很特别，不要大意。真传大会最终战开始。剑气！靠视觉锁定。遁形没用，看来能否看到目标，对他影响不大。玉光为剑，正是月华真体的强大之处。哼，林飞该庆幸这不是晚上，若有月光加持，剑气威力倍增，那才叫一个厉害。哎呀，可是第一次看到林飞这么狼狈，
姐，这只毫无还手之力。秋师姐打得漂亮！月华真体果然很强，不过这一战我不能输。连剑都拿不稳，你还要打下去？不要小看了你师兄我，再来！天哪，是混元剑阵！这林飞到底会多少种剑诀啊？混元剑阵，宇航风下，我说的不远。既然避不开你的剑气，那就打到你没有空闲攻击我。我就这么可爱，你也下得去手？就是，我要有这么貌美如花的师妹，怎可能辣手摧花啊？原来这就是他的权益吗？快看天上！日食？不对，这不是普通的日食，这是他的剑域。未听过金丹以下剑修能以剑意构成领域，在这领域中，一切剑招威力倍增。如果是我对上他，能赢吗？这仙人的古剑苏醒了。不过，这种状态他也维持不了太久，最多只能出一剑。但这一剑足以定胜负。好强的气息，我能接下这一剑吗？对于剑修而言，精神即是剑意。你的剑意胜过邱丫头。剑意。自从修了万剑诀，一直以来，我用的都是别人的剑。我的剑，我的剑意，又是什么？他散了真元，还闭上了眼，是要认输了吗？想要守护这一切，斩断轮回大劫，这一剑就叫斩劫。突然感觉浑身都在被针扎似的。是林飞，他的真元中爆发出恐怖的劲气，犹如置身在万剑之中。可他和我们一样只有养元境，怎么可能承受得住这么强的劲气？不愧是月华真体，天生就是大道的宠儿。
连真月神力都能跨越万里虚空，为你所问，我就用这一剑斩击，会一会你的真月神威。我输了。玉衡峰林飞胜。哈哈哈！他失血过多，又伤了心脉，快拿灵药来！林飞，林飞，师兄，林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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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师傅，发什么呆呀？再不吃就要化了。师傅，我想你们了。哎呀，多大的人了，怎么还像小时候一样啊？哎，冰棍水都流手上了。菲儿，问剑宗就拜托你了。 放心吧，这一世，我定要破了那轮回不变的大劫，守好问剑宗。师兄，林飞，恭喜你啊！ 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被抬下登龙台的真传弟子。哎，好徒儿，哎，最后一剑不错，颇有为师当年的风采呀。林飞，我已晋升金丹，希望杀你的时候，别让我感到无聊。啊，师傅，身体怎么样了？ 恢复的七七八八了，师傅，我准备3日之后就去剑山参加真传试炼。如此甚好。师傅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你接着练，我去你吴师叔那一套，帮他参悟那本《火龙天遁剑诀》。如此美景，
怎能没有美酒美食？做烧肘子还是酸菜鱼片呢？旌旗于夜阑珊，风拂袖过，纤尘不染。望皓月一盏，与横风青石板。